就在5月初，南亚次大陆上空的硝烟弥漫，印巴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空战，不仅瞬间吸引了全球的目光，还成为了国际舆论场中的焦点事件。印度甚至还在空战结束后，迅速开启了一场令人啧舌的胜利宣传风暴，宣称自己大获全胜。就连印度总理莫迪都亲自挂帅，开启了一场为期10天的胜利宣讲巡回演讲。可事实真的是如此吗？今天我们就围绕该话题做一个事件解读。印度如此大张旗鼓地宣称胜利，背后隐藏着多方面的动机，这些动机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印度这场胜利狂欢的生存逻辑。印度国内的政治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此次胜利宣传。当时印度即将迎来一场重要的选举，选举结果关乎莫迪政府的未来走向以及其施政理念的延续。在这样的背景下，莫迪政府急需一场胜利来凝聚民心，提升支持率。空战的爆发给了莫迪政府一个绝佳的机会，通过宣传胜利，莫迪政府成功制造了一场民族团结的舆论高潮。在印度民众心中国家的荣誉与个人的情感紧密相连。当政府宣扬印度在空战中取得胜利时，民众的民族自豪感被瞬间点燃，他们纷纷团结在政府周围，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舆论支持力量。这种力量对于莫迪政府在选举中争取选民的支持至关重要。莫迪政府也试图通过这场胜利宣传，转移国内民众对其他问题的注意力。在选举前夕，印度国内存在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过大、就业机会短缺等。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很可能会影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而此时的胜利宣传就像一剂强心针，让民众的目光从这些棘手的问题上转移开来，沉浸在所谓的胜利喜悦之中。这样一来，莫迪政府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国内的政治压力，为选举营造一个相对有利的舆论环境。除了解决印度国内的一些问题外，其中还包含了一些军购外交方面的考量。印度在国内军事贸易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军购外交的策略备受关注。多年来，印度不惜重金从法国、俄罗斯等国家购买先进的武器装备，如法国的阵风战斗机、俄罗斯的 S-400 防空系统等。这些武器装备不仅被视为提升印度军事实力的关键，也是印度在国际舞台上展示自己实力的重要标志。在此次空战中，如果印度购买的这些明星武器表现不佳，甚至被巴基斯坦的武器所压制，那么这无疑会对印度的军购外交形象造成重创。法国和俄罗斯等武器出口国也会对印度的军购能力和使用效果产生质疑，这将影响到印度未来与这些国家的军购合作，甚至可能导致印度在国际军贸市场上的地位下降。为了维护国际形象，保障未来的军购外交，印度必须在宣传上赢回来。通过宣称自己在空战中取得胜利，印度试图向世界证明其购买的武器装备是先行且有效的，其军事实力不容小觑。这样一来，印度就可以继续在国际军贸市场上保持吸引力，为其未来的军购计划奠定基础。但这只是印度单方面对的考量。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西方国家对此事的反应。从官方层面来看西方一些国家对印度的胜利宣称采取了一种微妙的默许态度。美国作为全球超级大国，在印太地区有着深远的战略布局，印度在其印太战略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被视为制衡地区力量的关键支点。因此，对于印度在空战中的胜利宣称，美国官方并未给予明确的反驳。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记者会上对于印巴空战的相关提问，只是含糊其辞地表示，希望双方保持克制，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争端。对于印度的胜利说法，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这种态度背后是美国对自身战略利益的考量。在印太战略的棋盘上，印度的支持对于美国来说至关重要。美国不愿因为一场空战的真相而破坏与印度的战略同盟关系。欧盟在对待印度胜利宣称的问题上，同样采取了谨慎的态度。欧盟与印度在经济、政治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合作。印度是欧盟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欧盟委员会在发布的一份关于南亚局势的声明中，只是呼吁印巴双方尊重国际法，避免冲突升级。对于印度宣称的胜利并未置评。这种态度反映出欧盟在维护与印度合作关系和追求地区和平稳定之间的平衡。欧盟不希望因为对印度胜利宣称的质疑而引发印度的不满，进而影响双方的合作关系。与官方的默许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民间和媒体对印度的胜利宣称充满了质疑和嘲讽。美国媒体在这场舆论交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对印度的胜利宣称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与揭露。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印度空战胜利背后的真相》的长篇报道，通过对对方消息源的采访和对战场证据的分析，指出印度宣称的击落多架巴基斯坦战机的说法毫无根据。报道中提到，
印度公布的所谓战果照片，经过核实，要么是模糊不清无法辨认，要么是与实际战场情况不符，甚至有部分照片被怀疑是经过 PS 处理的。该报道还引用了美国军事专家的观点，专家认为印度在空战中的表现与印度官方宣称的胜利相差甚远，印度的宣传更多是出于政治目的。美国民众也通过社交媒体等渠道表达了对印度胜利宣称的质疑。在推特上，印度空战胜利谎言这一话题迅速登上热搜，阅读量超过了5000万次，网友们纷纷发布调侃印度的段子和表情包。其中一个热门段子写道：印度在空战中取得了胜利，就像是堂吉诃德冲向风车一样，勇气可嘉，但现实很残酷。许多网友还将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实力进行对比，指出印度在空战中的实力是显而易见的，印度的胜利宣称只是自欺欺人。法国媒体则以一贯的犀利风格对印度的胜利宣传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费加罗报发表评论文章称，印度的胜利是一场自导自演的闹剧，印度政府为了维护自身的政治形象，不惜编造谎言，欺骗民众和国际社会。文章还指出，印度在国际事务中一直试图扮演重要角色，但这种通过虚假宣传来提升国际地位的做法，只会让印度在国际社会中沦为笑柄。法国民众对印度的胜利宣称也感到十分滑稽。在巴黎的街头采访中，一位法国市民表示，印度的这种做法太可笑了，战争的胜负不是靠嘴说的，他们应该面对现实。印度在印巴空战以及其他冲突后的胜利宣传，本质上是一种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这种行为脱离了实际的战争结果，是印度在面对军事失利时，为了维护自身形象和满足心理需求而采取的一种自我安慰策略。从军事角度来看，印度在空战中的表现与胜利二字相距甚远。在多次空战中，印度战机被击落，这些都是无法掩盖的事实。然而，印度通过夸大自身战果、歪曲事实等手段，营造出一种胜利的假象。在2019年的空战中，印度声称击落了多架巴基斯坦战机，但却拿不出确凿的证据，而巴基斯坦则展示了印度战机残骸等铁证，证明印度的说法是虚假的。这种罔顾事实的宣传只能够自我麻痹，无法改变战争的实际结果。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印度的胜利宣传也显得格格不入。国际社会对于战争的评判往往基于客观事实和多方证据，印度的虚假宣传在国际社会面前显得是苍白无力，反而暴露了其缺乏诚信和对国际规则的不尊重。这种行为不仅无法提升印度的国际地位，反而让印度在国际舆论场中陷入被动。不仅如此，印度的胜利宣传在国内和国际层面都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在国内长期的虚假宣传导致民众对政府信任度下降。随着信息传播的日益便捷，越来越多的印度民众开始对政府的胜利宣传产生怀疑。当民众发现政府一直在欺骗他们，用虚假的胜利来掩盖失败时，他们对政府的信任就会受到严重打击。这种信任危机可能会引发社会的不稳定，民众可能会对政府的其他政策也产生抵触情绪，从而影响国家的正常运转。印度国内的一些民众开始在社交媒体上表达对政府胜利宣传的不满，他们要求政府公布战争的真实情况，这反映出民众对政府信任度的下降。印度的胜利宣传还加剧了社会分裂，不同的民众对政府宣传的态度不同，一些人可能会盲目相信政府的宣传，而另一些人则会对宣传表示怀疑。这种分歧可能会导致社会内部的矛盾加剧，不同群体之间的对立情绪增强。在印度的一些地区，支持政府和反对政府的民众甚至发生了冲突，这对印度社会的和谐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在国际层面，印度的胜利宣传使其国际信誉受损。在国际交往中，诚信是一个国家立足的根本。印度的虚假宣传行为让其他国家对其产生了不信任感，这可能会影响印度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关系。在贸易、军事合作等领域，其他国家可能会因为印度的信誉问题而对合作持谨慎态度。印度在国际军贸市场上的形象也受到了影响，一些国家可能会因为印度在空战中的表现和虚假宣传而对购买印度武器或与印度进行军事技术合作产生顾虑。印度的这种行为也使其在国际舞台上更加孤立。国际社会普遍希望各国能够以客观、真实的态度对待国际事务。印度的胜利宣传违背了这一原则，使得其他国家对印度敬而远之。在一些国际事务的讨论中，印度的声音可能会因为其信誉问题而被忽视，这不利于印度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实现其成为地区强国的目标。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如果大家有不同的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